哇！走，快点快点，我快不行了，快！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之前是因为我这个补牙还有智齿发炎耽误了一点时间，等我这个智齿发炎好了之后呢，我的小伙伴拍摄那个小伙伴嘛，家中有一点急事，所以呢他要去处理一下，又耽搁了一点时间。这个前后加起来，反正也就20多天没有更新。现在呢，我就和我的搭档，整个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给理好了、弄好了，就可以专心的给大家拍视频了。很久已经没有给大家整大活了，去烤那些大型物件，所以今天呢，户外烤大只系列就给大家安排上了。这不花了5500块钱买了一整根的和牛牛腿，是和牛的牛腿啊，兄弟们，重量就达到了64斤。刚刚我在搬这个牛腿的时候，脱手的时候呢，没太注意力度，你们知道吗？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牛腿砸到这个桌子上了。这个桌子啊，现在被我弄得已经惨不忍睹，好吧？虽然是陪伴了我征战多年的小伙伴，但是看来他今天也得要退休了。没想到这个牛腿杀伤力这么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啥叫胳膊拧不过这个大腿。你看我这小胳膊跟这个大牛腿一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光解冻这个牛腿啊，就花了我整整3天的时间。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今天烤大只的目标就是这一整只的和牛牛腿了。给大家看一下哦，是纯种和牛的带骨牛后腿，然后重量的话是在34公斤，如假包换，一共花了我呢5500块钱。这个牛腿啊，就是特别高级上流，你看。外面还铺着一层这个小面纱，就像一个少女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你们知道吗？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神秘的面纱给揭开来，看看这个牛腿到底咋样啊！哇塞，真的非常大，外面的脂肪也特别厚。牛腿这个部位嘛，本来就是它牛主要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它的脂肪不会分布的特别好嘛。但是大家看和牛的这个牛腿啊，它脂肪依然还是有的，脂肪花纹。在这个烤这个牛腿之前呢，我们先要处理一下，把它这个表面脂肪和筋膜都给去除掉，不然的话，它在烤的时候呢，这个肥肉啊一直会滴油，很容易起明火，烤出来的肉不好吃。如果下次大家也烤大型东西的时候呢，只用研磨好的盐和黑胡椒就可以了。一直在这边拧，真的是实在是太累了。那为了烤这只牛腿嘛，我特地也定制了一个大号的烤炉来制作这一次烤牛腿这个活。后面我发现了个规律，只要咱们这个烤炉定制的足够大，什么东西都不怕。以后烤大只我已经摸到规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牛腿先放到我们的烤架上面。现在这个牛腿嘛，已经被我们放上烤架了，这个火力非常猛，而且这个油脂特别多，香味啊就迅速飘出来了。现在烤的真的是非常香，我们就这样旋转着烤着。那这一次烤这个牛腿呢，我准备分为2个吃法。第一个啊，一开始啊，我们先切这个大块的，到时候片下来一点点吃，因为它这个比较大嘛，外面很容易熟。等到片着吃了一会儿呢，牛腿体积变小了，到时候我们再给它切一个花刀，继续烤一会儿。就可以整块一起啃了，就分为这2个吃法。话说呢，买这个牛腿也确实不容易，足足订货订了1个月才搞到这么一根牛腿。这一次呢，我一定要把火候掌握好了，烤得好吃一点。
下面那个牛腿嘛，有我2个小伙伴帮我在那边先烤着。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准备好的午饭，特别香的一个柴火炖的铁锅大鱼头，配上这个贴饼，尝一下它的味道啊。非常的嫩，然后酱香味非常足，一个字绝。基本上我们估摸着那个牛腿还要再烤3到4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待会儿吃上这一锅鱼头，真的是美滋滋的。我们待会儿再见。吃完饭我们又烤了一会儿，现在这个表面那一层肉啊，差不多已经可以片下来吃了。我们现在尝尝看它的味道。哇，烤上去看上去还不错呀。还有点这个红红的在里面嘛，不过问题不大。哇，汁水特别多，而且这一边的肉吃起来很嫩啊。哇塞，超级好吃。好，就是有点烫。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表皮的肉给片一片，分给大家尝一尝。这块肉就片了那么一点点啊，就片出来一大盘。那先把这一盘呢给旁边那些围观的村民，让他们尝一下。刚刚我在切肉的时候发现嘛，因为中间没有铺炭火，所以肉中间的部分呢比较红，还没有完全熟透。但是旁边因为有炭火的情况下，肉已经全部变颜色了，熟的已经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切成大块，切块再烤一下。OK， 那经过6个小时的等待，期间嘛下了点小雨，支了个帐篷。现在我们这个牛腿就已经可以出锅了，大功告成。来，好。那这一次咱们这个烤牛腿啊，就算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虽然说啊它的样子看上去有点黑，但是它的味道吃起来呢，我刚刚偷偷尝了一块，还不错。那这一次呢，国际惯例当然不会忘，还是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切开来看一看，这一次这个牛腿到底烤的咋样？你看看牛腱子这块肉，看上去真的特别嫩，烤的整个牛骨头都快脱骨了。这个牛腱子肉真的特别好看，看到没？这个牛腱子的肉。再切一个牛大腿上面的肉，看看它的肉烤得怎么样。外面有一点点过火，但是里面的温度是正正好好的，还有一点点汁水。像牛大腿前面的有一段部位的肉呢，就不是特别的熟，有一点红血丝在里面，但是也是已经能吃了，看到没有？这点红血丝它其实影响不大。分别切了2个牛腱子以及2个牛大腿上面的肉。这一次啊，我觉得牛腱子整体看上去烤得还不错，先尝一块啊，特别是这个大块的，里面又有筋的又有瘦的，看上去特别香。哇，特别的嫩，虽然外面看上去有点焦焦的、黑黑的，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影响口感。而且这个牛肉啊，吃起来味道特别香。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它里面的味道有点淡，只有外面有一点盐和黑胡椒的味道。不过没关系，我准备了一个神器，就是这个干碟。蘸上这个干碟，试一下。太香了，我的妈呀！你们不要看着我现在吃的这个牛腱子特别开心，我的内心十分忐忑。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刚刚补好的门牙会掉，你们知道吗？我一开始刚刚补好这个门牙的时候，我来吃东西嘛，特别小心翼翼。就好比这是一块肉，那我呢会撕得非常小块，然后呢会用筷子放到这一个嘴巴的深部，然后再用左边和右边的这个牙齿去咀嚼，根本就不敢用门牙。但是嘛，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习惯，还是挺敢用门牙去咬一些东西。太好吃了，这个牛肉，我的妈！特别是配上这个蘸水之后。但是有一说一啊，牛腿这个部位啊，它的脂肪分布并不是特别好的。像前半段，它的脂肪看上去还 OK， 但是后半段呢，我自己在后面切的时候发现，它的脂肪
就没有那么多雪花纹了，但是吃起来味道还非常香。刚吃的那牛肉有点多，哎，顺势开一罐饮料解解腻。啊，舒服了，舒服了。再来尝一下它前面的肉，好吧？挑一个雪花纹分布的比较多一点的。挑了一块牛大腿上面的肉，你看这一个脂肪花纹分布的非常好看了，中间一丝一丝的都是它的雪花纹，看上去呢就和后面的肉不一样。我们现在尝尝看它大腿上面的肉。怎么说呢？虽然说它的雪花纹很多，它的汁水非常丰厚嘛，但是它中间的筋膜也比较多，吃起来会比较难嚼的那种。厚的肉的时候呢，千万要记着，要么提前腌制，要么呢后面就要配上干粉，或者说用那种 sauce 浇在这个上面，这样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OK， 没想到几块牛肉就已经给我干饱了，真的非常的顶这个牛肉。那这一次烤这一个整个和牛腿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成功的。虽然说是花了5500块钱，但是确确实实我对和牛腿这样的食材真的是特别的好奇，想试试看烤出来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总的来说呢，这一次烤得非常努力，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我都精心设计过怎么去烤这个和牛腿，烤出来的味道呢还真不赖。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我这个和牛腿陆陆续续的分给我的小伙伴以及我邀请的过来的朋友，让他们跟我一起分享。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先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麻烦大家给我多多点赞，多多支持我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